酷是真酷，苦也是真苦。王一博这波国际冰川保护年启动宣传片，在人类首个世界冰川日上到联合国，下到国内各大权威栏微刷屏，确实酷爆了。但冰川万里纳日月，千年寒气驻昆仑，人家一个科考项目准备几年，王一博3个月愣是从攀冰基本功开始，直达西藏人龙巴。不仅仅是保护冰川的宣传片，王一博这次更是随联合国专业科研队要从冰川中完成冰芯钻取、冰雪样本采集等科考任务，来研究冰川受气候变迁影响的数据的。也别再说不攀冰才是傻保护冰川了。目前冰川最大的问题就是气候变暖，而王一博的攀冰任务就是因为科研需要的冰雪采集一般都会选在冰川顶部的冰层，这里受外界干扰小，样本更纯净，每层冰都记录着不同时期的信息，逐年累积就是一部冰川历史书。同比深埋冰层底下的冰芯也是，甚至目前冰芯数据都被纳入 IPCC 报告了，能直接修正青藏高原升温速率预测。2个任务难度都很高，这次上海拔5000米作业区，气温都近20°C，氧含量仅为海川澳高海拔45%，正常血氧饱和度常低于80%，更别说王一博还会高反了。他攀冰还是无氧先锋攀，不爱横看热闹，看他在攀在90度冰壁上姿势好不好，但他估计每一步得考虑冰川表面是不是有冰裂，每一个冰镐下去冰层稳不稳定，不说瞬时风力可达8级的大风刺骨冷不冷，遇到大风是真能刮飞人的。关键王一博还得背着专业设备和安全绳系统，挂在冰川半空中，还真是极端条件下的极限身心挑战。他完成得很好，冰芯钻取也是要等冰温足够低的时候才能展开，所以通常是晚上到清晨，这对新人也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也能看到扎营的各种帐篷了。他在海拔5000米左右户外严寒中过夜的考虑，要知道长时间高海拔作业对身心压力都是挑战，关键是他们还得学着使用特制冰芯钻机垂直钻孔，通过分段钻取，一边监测冰芯状态，一边1米1米的逐步深入冰层，每一步都得清理冰屑以防止卡顿，体能消耗极大的，且随时会有强风雨暴雪，每一刻都在克服高原反应和冻伤风险。而王一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边兼顾拍摄一边参与科考任务的，看似简单，但一点都不容易，也难怪他们成功的时候那么开心。看之前专业科研队钻取6米冰芯都是报纸大头条的报道的，心入山脉身落大海，没人知道他背后到底吃了多少苦。毕竟王一博也是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报喜不报忧的，但他给到粉丝的都是精装的朋友圈。王一博的酷是真酷，永远轻描淡写的说，浓墨重彩的做，无惧无畏的登上高原冰川做科考，只为让地球更酷，永远那么行胜于言，永远都在实践行动中所追寻，做自己想做的热爱的事。你看冰崖厉海3000丈，天地何漫漫，这只是他爽文般人生的一部分罢了，啥都去实践体验了，苦也甘愿了，真不白活一趟呀。干呀，好，哎呦我的妈啊！嗨 ，Good morning。焦内原来这么会拍王一博，是我低估了你。原本以为你是小总包，坐拥这么一个大流量小金猪一枚，居然没有好好用，结果你又开始调皮了。居家服的妙用竟然是惊喜，那就是王一博穿着所谓的大裤衩、条纹短袖，在一堆棉花里游走，然后水灵灵的送来了一朵大棉花。此刻我一时语塞，挺别致的礼物，我该收不收呢？当然是赶紧接过来，要啥鲜花，棉花也是花，能送就赶紧接着。如果不是王一博，高低我是看不上棉花的，谁家送礼物是棉花呢？焦内，这次你赢了，往后不说你是小总包了，你是脑回路独特的存在，果然与众不同，跟我们大漂亮王一博很适配。我们期待你的短裤边边角角，相信你会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王一博。你是有钱至拿下摩托姐姐送来的泼天富贵，真是一出好戏在后头。乐华娱乐又开始整活了，一个活动没有带王一博而已，就能让摩托大军们这么开心，拿捏流量还得看华子火速出来澄清，结果摩托姐姐们看不下去，一顿操作行云流水，直接输出到位，那就是王一博跟乐华不续约，没有一丝可言，给摩托姐姐点着大大的赞，厉害。话说回来，王一博撑起了大半个乐华，如今的发展显然乐华配不上他的节奏。王一博是一个上交给国家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他的形象不再是偶像明星，反而更像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王一博无疑是我们的国草，作品全球公映，出征海外收割世界良田，更是扫荡式开屏。如今联合国都要过来征用，为世界保护冰川发声，更是参与到各种重大活动中。这么棒的王一博是真的跟着秒吼。如果你知道我单是王一博，你也会觉得我命好。王一博有颜有才，这真的是天选系统文男主，将热爱发挥到极致。第一次参加赛车比赛就拿到冠军，他甚至没有更多练习时间，重点是拿冠军那天连中彩跳的号码都是9785，这真是天选大男主。王一博的一是第一的一，不仅各项技能满分，重点是三观超正，永远会为在巴黎奥运会弯腰捡起国旗的王一博而着迷。
在爱国这件事上，王一博从来没有含糊过。明明有那么多奢牌代言在手，但出发前往巴黎时，王一博特意穿上印有国旗的安踏衣服。传递火炬时，看到国旗掉在地上后，立马弯腰捡起来，然后交给自己的助理保管。果然，爱国从来不是说说，而是体现每一个小细节中。其实早在刚出道的时候，王一博就时刻彰显爱国情怀。在韩务工时被韩国主持人说是韩国人，王一博严肃地用中文说自己是中国人，问似韩国人。呀，我是中国人，一博，中国人。在综艺节目上被主持人挖坑提问，王一博也没有被带跑偏，而是强调自己的家乡是河南。哇，一博醒的，秦规定的음식酱한테 토종이요. 과연은牛肉汤拿酱있는데牛肉汤라고 있는데 예, 맛있네 좀 비슷해。刚出道时就把爱国放在心上，之后就更不用说了。发生新疆棉事件后，其他明星都在观望，待遇最好的王一博不惜第一个站出来，自掏腰包单方面和钩子解约。尽管被品牌方拉黑，王一博也从不后悔。不仅如此，在河南爆发洪水时，王一博不仅第一时间捐款，还亲自到灾区现场参与救援。行胜于言这4个字，王一博是真的做到。果然，爱上王一博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终于明白为啥王一博这么招个大导演喜欢了。拍摄维和防暴队时，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形象更加符合一名维和警察，王一博一进组就疯狂增肌，就连号称是在内娱服兵役的黄景瑜都说，健身这方面王一博非常卷，每次早就到健身房，有时候别人刚来他就已经练完了。然而私下这么努力还不够，在剧组一有时间，王一博就会加紧时间训练，就是想要把细节拍得更加完美。比如维和防暴队中的一场打拳戏份，看到导演还没喊开机，王一博干脆当场开始运动，让自己的肌肉看起来更加明显，一直练到大汗淋漓才停下来。因为前期准备得很充分，到正式开拍时一镜到底拍摄一条就通过。不仅如此，维和防暴队的监制刘伟强也爆料，王一博接剧本时非常慎重，他是被杨震这个角色打动后才决定出演的，足以见得王一博对待每个角色有多认真，就算拍戏途中遇到危险也不畏惧。为了还原真实性，有一场跳楼的戏份，王一博连威亚都没有绑，直接从2楼往下跳。从花絮中也能看到王一博被重重摔倒在地上，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有多疼。王一博却没有一句怨言，就算是眼角太阳穴受伤，仍然坚持拍戏。王一博，你有这样认真的态度，做什么都能成功的。对自己饰演的角色考虑到方方面面。影片中还有一位饰演杨震童年时期的小演员，开拍前王一博就担心两人的表演节奏对不上，会让观众出戏。直到看见小演员和他有几分相似后，这才彻底放心。也难怪王一博刚进大荧幕没几年，在1年时间内从最佳男配角提名到最佳男主角。其实早在刚接触演戏时，王一博就能直视自己的弱点，知道台词功底薄弱，就通过咬筷子来练习。在进组之前，包括每天的戏份结束之后，我都会咬着筷子一抽筷子，这样对我的台词功底有非常大的提高。次次的努力练习，让他的台词功底有了质的进步。敬业又认真努力，没有导演不喜欢这样的演员。王一博有如今的成就都是应得的。